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真的很傻，但凡他能够妥协一次，他的来时路也不会那么难走了。有时候觉得程毅真的很傻，但凡他能够妥协一次，他的来时路也不会那么难走了。在内娱多的是为了成名不择手段走捷径的人，好多人为了成名，为了赚钱，可以无底线的做很多事，和并不是特别熟悉的人炒 CP 来赚取流量。感觉程毅就像是内娱的一股清流，别人让他炒作来赚取流量，实现几方共赢，他却不愿意，哪怕后果是被网暴，他也不愿意。程毅特别轴，他只想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的拍戏。对于他来说，拍戏是他的梦想，他不想他的梦想被乱七八糟的事所污染。他也坚信，只要自己努力了，就能有所回报。自己多做一点，多付出一点，多劳多得吗？肯定也会比别人得到的多一点。总有一天，他能实现他的梦想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，能拍他自己想拍的戏，能在他的演艺之路上越走越远。可是这样的程毅，在资本眼里就是傻子，凭什么别人可以做，他就不可以？资本喜欢听话的，但是在他们眼里听话的又没实力，程毅有实力，又不会任他们摆布。所以资本想让程毅帮他们挣钱，却又怕程毅红了以后更不好拿捏，就自己带头防爆程毅。程毅的剧要播了，官宣一堆糊糊，却不官宣男主，以为这样别人就注意不到程毅了。可是金子不管放在都会发光啊，就算没有任何宣发，程毅的优秀也会被人看到，然后让更多的人来喜欢他的。试想一下，如果程毅从最早就开始妥协了，是不是就不会遇到那么多次的网暴了呢？是不是早就站在了天下第一的位置了呢？可是没有如果，就算再来一次，程毅也不会如此选择。他真的就是一个傻子，他只想好好拍戏，只想做他认为对的事情。可是就是因为他这么傻，才让我们这么爱他。他特别有原则，他告诉我们多做事少抱怨，告诉我们要热爱生活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感觉喜欢上他，我们都变得正能量了不少。追星的意义不就是和喜欢的人一起变得更好吗？程毅，执拗的傻子，清醒的演员。在纷繁复杂、利益至上的娱乐圈里，有的人为了快速成名选择捷径，有的人为了站在更高的位置不惜与资本妥协。而在这条充满诱惑与陷阱的道路上，程毅却像是一股逆流而上的清泉。他的执拗，他的坚持，让很多人觉得傻。但正是这种傻，让他在芸芸众生中显得格外特别，也让无数观众与粉丝心甘情愿地为他驻足。傻气的起点，拒绝捷径。娱乐圈从来不缺少捷径，无论是通过话题炒作、刻意营造人设，还是与他人组 CP 赚取流量，似乎都有成熟的套路。这些方式的确能带来一时的热度，让一个演员快速出圈。可是，热度真的等于未来吗？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答案或许是肯定的。因为有了流量，就会有资本的关注，就会有代言、综艺，更多的资源，顺理成章地站上舞台的中央。可程毅偏偏不愿意，他仿佛天生对这些东西有一种抵触感。他不愿意把与别人本不熟悉的关系拿来做交易，更不愿意为了博眼球而违背内心。他的轴，在很多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。但是，这种不愿意妥协，恰恰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他宁愿花时间钻研角色，沉浸在剧组，也不愿把时间浪费在所谓的剧本式炒作上。他想要的不是短暂的掌声，而是扎实的作品。他宁愿慢一点，辛苦一点，也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走。资本眼里的另类，在资本的眼中，演员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听不听话。
一个听话的演员，即使演技一般，也可以通过各种包装被推到风口浪尖。而一个有实力却不听话的演员，往往让资本觉得难以驾驭。程毅恰恰就是后者，他有实力，却拒绝随波逐流。对于资本而言，这样的人最矛盾。一方面，他们知道程毅的演技和魅力足够吸引观众，能创造可观的价值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又担心程毅太过独立，等真正红了之后更难操控。于是，资本采取了最奇怪的方式，既想用他赚钱，又不愿让他彻底爆红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程毅明明是剧的男主角，却在宣传期被边缘化。剧要播了，资本却不愿官宣，甚至用一些配角来吸引注意力，以此压制他的光芒。可问题是，真正有实力的人，无论被压制多少次，最终都能凭借作品和口碑被看见。金子无论放在哪里，总会发光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规律。傻气背后的执念，梦想至上。有人说程毅傻，但这种傻其实是一种单纯的执念。对他而言，演戏不是谋生的手段，而是梦想本身。他希望自己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能被观众记住，他希望用作品来证明自己，而不是靠营销和话题。这种执念让他在娱乐圈显得格外孤独，因为大多数人选择的道路与他完全不同。别人会想着如何在最短时间里博得最大关注，而他只想着如何把角色演好。别人会为了迎合资本降低底线，而他只愿意守住自己心中的一方净土。他相信多劳多得，他觉得只要自己肯努力、肯付出，终有一天会得到回报。虽然这种想法在现实中并不总是成立，但他仍旧坚信，哪怕前路再坎坷，他也不愿改变自己。傻子的力量，原则与真诚。正是因为这份执拗，程毅在观众心中树立起了独特的形象。他不是那种会刻意迎合大众的艺人，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真诚。他会告诉粉丝要多做事，少抱怨，会鼓励大家热爱生活，好好照顾自己。这不是刻意营造的人设，而是他骨子里透出的真性情。追随这样一个演员，粉丝们也会潜移默化地被影响。大家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坚持，看到了原则，看到了逆境中依然努力向前的力量。追星本就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，而程毅用自己的方式让粉丝们变得更加积极向上。如果他妥协了，很多人会设想，如果程毅一开始就选择妥协，他是不是早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？是不是可以避免那么多次的网暴？是不是早就能成为天下第一的流量？答案或许是肯定的，但那还是程毅吗？如果他妥协了，也许他能获得更快的成功，但他失去的却是最珍贵的东西——他自己。他的坚持，他的清醒，他的独特，都会在妥协中消失殆尽。那样的他，或许就不会被我们如此深爱。傻气的珍贵与未来，程毅的傻，在浮躁的娱乐圈里格外珍贵。它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娱乐圈的复杂与荒诞，也让人看到仍有人愿意坚守理想，愿意保持初心。或许这条路会很难走，会充满波折和挑战，但越是这样，越能证明它的价值。因为只有真正的演员，才能在风雨过后依然站在舞台中央，被观众记住。程毅不是傻，他只是选择了一条更艰难、更孤独，却更纯粹的道路。他不愿妥协，他想做真正的演员，而不是资本手中的棋子。这种坚持让他注定与众不同。有人说，喜欢程毅的人，喜欢的是他的傻，但实际上，这种傻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醒。它让我们明白，坚持自己的选择，哪怕艰难，也是一种勇敢。它让我们相信，努力和真诚终究不会被辜负。追随这样的人，
我们也在学习如何变得更好。或许这就是追星最美好的意义，不是沉迷于虚幻，而是在喜欢的人身上汲取前行的力量。